妹子在野外沐浴竟被色狼偷窥，遇到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次，那自凡是要打才行。毕竟宝姐可不是一般的荒野女强人，像是驯养的野猪在她面前都是老老实实的，美滋滋的享受着宝姐给她洗澡澡。河中的大鱼更是难以抵挡宝的钓鱼之法，那是直接被拿捏的命，最终被清理干净之后，化身成为了荒野版的炭火烤鱼。上期的宝姐可以说是展现了超强的建设天赋，不仅是打造了庇护所和淋浴间，还利用竹子搭配黄泥土，制作了一个黄泥土柴火灶，看起来可以说是十分的漂亮，还好用。偷窥她的色狼被教训了一顿后，也是保证再也不敢来了。这下宝姐可是计划能够出门打野了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连日的阴雨天气可是直接打断了宝出门打野的想法，因为此时野猪猪圈内满是稀泥，时间久了野猪可能会出现生病的情况，宝姐也只得先处理这个问题，后面再出去打野，否则要是野猪有什么损失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处理猪圈问题，宝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既经济又实用的方法，那就是直接在猪圈内搭建一个高台。他的第一步是前往附近的竹林，不辞辛劳地收集了足够多的笔直大竹子作为建筑材料。这些竹子不仅坚固耐用，而且成本低廉，是理想的自建材料。回到猪圈，宝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。他根据事先的规划，在猪圈内挖出了一系列的地坑，这些地坑将作为高台立柱的基础。考虑到地面稀泥的难以处理，宝决定不再与之较劲，而是另辟蹊径，通过建设高台来避开这一难题。经过一天的辛勤劳作，宝不仅准备好了所有的竹子材料，还完成了地坑的挖掘工作。第二天，他正式开始了高台的建设。他首先将立柱稳稳地插入地坑中，但并未急于回填泥土，而是先将横梁搭设在立柱之上，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框架。这个框架为接下来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接下来，宝将长竹子紧密地铺设在横梁之上，这些竹子构成了高台的地面部分。整个高台长约8米，宽度在2米左右，高度达到了半米，足以让野猪们远离地面的淤泥和湿滑。这样的设计不仅解决了淤泥问题，还意外地减少了野猪的运动量，有助于它们更快地增肥。整个建设过程虽然辛苦，但宝却乐此不疲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，为野猪们打造了一个更加舒适、干净的生活环境。平台布置好之后，自然是需要将其围起来的。在周围布置上一些比较高的立柱后，华华又拿来了铁丝网，开始沿着一圈立柱布置起来。如此一来，野猪蝎一旦进入大笼内，那可是很难逃出去的，毕竟这可是铁丝网，不是竹子。至于立柱部分，后续还可以在上面建设屋顶，遮风挡雨就简单了。完事之后，宝开始将野猪一只只的驱赶起来。野猪到处乱跑不进笼子，驱赶可是不易。前后后的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才算是将它们全部装入到了笼子之中。而野猪蝎也是似乎知道了这个位置的干爽，一只只的看起来十分的开心。当然，做到这一步还没完，宝姐还将水管给引了过来，准备给野猪好好的冲洗一番。毕竟此时的野猪身上可是有着大量的淤泥，这么干净的猪圈，那自然是要好好的保持下去。而野猪蝎似乎也是很享受宝姐的清洗，一只只的洗的那叫一个一洗一个不吱声，爽歪歪呀！前后后的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后，宝可算是将所有的野猪给清洗完毕，随后又将猪槽也好好的清洗了一番，这才将猪食倒了进去，让野猪们放开的吃了起来。同时浑身都是淤泥的宝还将最后一块铁丝网拿了过来，把猪圈的门洞给封堵了。这下野猪的问题便算是彻底的解决完毕了。至于浑身是淤泥的宝姐，在没有色狼出没的情况下，那自然是舒舒服服的洗澡了，毕竟明儿就得开启山间打野活动了。次日的宝姐那是将猪圈交给了老爹打理，自己便来到了山林之中，开始搜寻起了野物来。前些日子的那只大竹鼠，宝姐可是将其出手了，并且换取到了不错的收成。因此今儿的她先是来到竹林之中摸索起来，而且运气不错的宝还幸运的找到了一个竹鼠洞。不过看着周围一圈的泥土，想必竹鼠洞的深度可是不浅，但是宝在里面可是发现了大量的竹鼠颗粒，这一看就是超大的竹鼠才能排得出来的。因此宝姐可是不想放弃，又是一番摸索之后，还摸到了很多的干草，应该是竹鼠睡觉的窝。不过竹鼠洞内的窝可是不少，拿上打野刀的宝姐开始不断的挖掘起了竹鼠洞来。鼠洞的前端部分泥土还是比较松软的，但是随着挖掘下，洞内的走向那是越来越绕，让宝姐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可能很难将其挖出来。在继续挖掘了10分钟之后，
里面的泥土越发的坚硬了起来。没带锄头的宝当即决定放弃挖掘，而是想其他的办法抓竹鼠。随后只见宝砍来了不少的木头，宝姐该不会是要采用火攻出击，制造浓烈的烟气熏竹鼠出洞来吧？不过其实不是，宝姐这是准备在竹鼠洞口设置一个打野陷阱。采用火攻在这里可是行不通的，因为竹鼠洞比较复杂，采用火攻不如水淹。但是这个位置可是没有水源。先后将所有的木头以及竹子劈砍成型之后，接下来宝姐便要开始布置装置。这一次打野的动力源来自于长木棍形变产生的弹力，因此先要用2根树杈将长木棍的末端固定在地面之上，而在最尾部则是搭在树杈上方。这样的话，后续抬起前端的木棍时，形变之力会更加巨大。利用卡槽和木棍以及细木杆能够合在一起作为触发装置，一旦野物带动细木杆变化，便会触发装置，长木棍回弹砸落而下。攻击竹鼠的武器自然不是长木棍，而是眼前的这个带有双剑的竹子，将其插在竹鼠洞上方，下端设置好触发装置。如此一来，一旦竹鼠出来，便会破坏平衡，木棍就会砸落下来，击中竹筒顶部，底部的竹剑便会击杀竹鼠。这便是整个装置的原理。不得不说，宝姐这一手打野装置的设置那真是十分的巧妙啊！做完这些之后，宝姐自然是不会一直在那里等着，至少也需要等待2-3个小时的样子，竹鼠才有可能跑出来。当然，夜间出没的可能性更大。这个时间里，没有寻到新的猎物踪迹的宝姐，那是砍了一根韧性极佳的细竹子，来到了河边，看着节奏，大概率是要抓鱼了。再看竹子的粗细程度，以及拿出了鱼线开始绑扎在竹子的末端，宝姐应该是打算钓鱼。钓鱼自然是少不了钓饵的。将鱼线和鱼钩绑好之后，宝姐那是直接就地取材，在水中抓了2只小螃蟹做钓饵。好家伙，虽说是小螃蟹，但是这个头可是不小啊！一般的小鱼那是根本没法钓，这是打算钓大鱼的节奏啊！随后沿着河流逆流而上，宝姐找了一处水位比较深的区域，因为这个位置她可是看到了大鱼出没的身影。找了个合适的钓位之后，宝姐又将螃蟹弄小了一些，这才将其投入到了河流之中。等了一会之后，似乎还是因为饵料太大，第一下没有将鱼拉上来，因此宝姐再次将鱼饵弄小了一些，又投入到了河流之中。还别说，这下效果可是出奇的好，不到5分钟的样子，一条大鱼又被宝的钓钩给钓到超大的鱼钩下。大鱼咬得很实，因此挣扎不掉，最终被宝给拿捏住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次宝姐收获的这一条大鱼可是不小，估计怎么做也得有个2斤去了。今儿的餐食可是有了。然而宝姐并没有直接离开，而是换了鱼饵继续的钓鱼。但是这一次鱼饵下去之后，那是引来了一大堆的小鱼，场面十分的壮观。等了10多分钟，依旧还是没有大鱼。本打算离开的宝姐却是没有离开，因为她透过水下相机查看，下方的鱼儿似乎还不少。果不其然，这一等之下，还真是被宝姐等到了。一条大家伙直接上了钩，瞬间就将竹竿给拉断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宝姐那是纵身一跳，杀入水中。在鱼钩没有脱钩的情况下，宝姐可是将大鱼给稳稳的拿捏住了。宝姐今天可真是满载而归，2条硕大无比的鱼儿让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愁吃喝，可以安心的在山林间探索与狩猎。提着沉甸甸的鱼，她踏上了返回庇护所的路途，心中盘算着如何享用这难得的美味。路过之前精心布置的竹鼠陷阱时，虽然未见任何动静，但宝姐并未气馁。她深知竹鼠习性，夜晚才是它们活跃的时候，因此决定晚上再来查看也不迟。毕竟今天的收获已经足够丰富，她的心情并未受到影响。庇护所这个熟悉而又温馨的地方，再次成为了宝姐的避风港。上一次在这里，她捕获了山羊，享受了一顿美味的大餐。而今虽然猎物换成了鱼，但那份对食物的热爱与期待却丝毫未减。处理鱼的过程虽然繁琐，但宝姐却乐在其中。她仔细地刮去鱼鳞，掏净内脏，确保每一片鱼肉都干净无虞。在她的巧手下，2条大鱼很快就被处理得干干净净，准备迎接下一步的烹饪。烤鱼是宝姐最爱的烹饪方式之一，她选择了用竹子夹起鱼饵，放在火上慢慢熏烤。随着火势的逐渐旺盛，烤鱼的香味也愈发浓郁，让人垂涎欲滴。宝姐深知烤鱼的魅力，不仅在于其独特的炭火香气和焦香四溢的外皮，更在于那鲜嫩多汁、满口留香的鱼肉。终于，烤鱼熟了，宝姐迫不及待地取下一条，大口大口地品尝起来。鱼肉的鲜美与炭火的香气在口中交织，让她陶醉不已。一整条大鱼下肚，她仍觉意犹未尽，但为了满足明日的口腹之欲，
她不得不将另一条烤鱼留在火上继续慢烤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宝姐还不忘用芭蕉树叶将烤鱼盖好。她既担心鱼肉烤得太干影响口感，又害怕夜间有鸟类前来偷食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她终于可以放心地躺下来，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与安逸。在庇护所的庇护下，她安心地进入了梦乡，期待着明天的新冒险。